着手自由地奔跑，这一秒有了你正好。快乐的日子一天一天欢笑，每一秒都有不一样的心跳。这美好穿过了云霄，让上天都知道，这是我们甜蜜的骄傲。快乐的日子一天一天逍遥，我们的眼泪太多风景围绕，听小鸟悦耳的晚叫，伴流水和小桥，我们还自由地放着枝摇。快乐的日子一天一天欢笑，每一秒都有不一样的心跳。这美好穿过了云霄，让上天都知道，这是我们甜蜜的骄傲。他们俩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。委屈你了。问天终于救回了一命，这真是太好了。这批歹徒真是太嚣张了，连巡捕房的巡捕都是杀手。这租界真是上海的一大毒瘤啊！郭市长，所以这场官司我们一定要赢，就算在这毒瘤上开下第一刀。小满，你就这么有把握吗？我已经和2位中国法官说过了，将你们母女的案子合并审理。不过我也只能帮到这些了，因为那2位法官办案都是刚正不阿，他们怎么审判，我无从影响。谢谢郭市长，我听说朱捕头那边已经在催促开庭了，很显然，他们已经相信问天是真的死了。哼，他们越想速战速决，我们就越要杀他们个措手不及。可问题是，现在问天还重伤躺在病房里，在这段时间里，你们上哪儿去找律师为你们辩护呢？这件事情我问过小霞姐，根据中国法律规定，只要当事人同意，辩护人未必要有律师资格。你是说？我想自己担任辩护人，替我娘辩护。小满，这可不是开玩笑，他们肯定是有备而来，你能辩得过他们？市长大人，虽然我不是律师，也完全不懂什么法律，但是至少我知道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呀。哎，您刚才不也说了吗？这次的法官是刚正不阿的，所以，我只要说实话，我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听得进去的。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据。我明白了，你是想要替问天完成他的梦想。不仅仅是我，小霞姐也是这样想的。那好吧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把我这个当事人的命运就交到你的手里了。什么？你是急昏头了还是发烧了？你凭什么当辩护人呐？是啊，这个猪头四是狼心狗肺、豺狼虎豹啊！你上法庭拿什么跟他们斗啊？哎呀，彩爸彩妈，小蛮虽然不是律师，但不代表他不懂法律啊。小蛮，我看你这么自信，我蔡大少爷以前一定给你看过《六法全书》，对不对？不对啊，我连那个法律条文长什么样子都没见过。不是，那你拿什么给人当辩护人呢？哎呦，完了，这下全完了！哎，对呀，你这是去送死啊！哎呀，别担心，我会帮小蛮的。岳小姐，没错，小霞姐就是我活动的六法全书。财爸、财妈、金龙哥，我爹和杨总管他们，连巡捕房和租界的法官都能收买，我们随随便便找个律师，他们就收买不了了吗？这个时候啊，只有靠我们自己了。没错没错，我跟小蛮并肩作战，一定能够帮问天哥打一个漂亮的胜仗。
请问您是刘老板吗？我是。两位小姐需要什么？这是你的字吗？是我的。今天审理的2个案件，包括方德新谋杀案、严小蛮劫囚案。经合议庭审议，3位法官同意，2案合并审理。严小蛮、方德新谋杀案，法租界法庭已经判刑认定。你提出重审的要求，请拿出新的证据，并进行说明。法官大人，虽然方女士承认包子是她拿给我弟弟妹妹的，但她事先并不知道包子里面掺有剧毒，所以不能够构成故意杀人罪。法官大人，那包子是戴家自己做的，方女士如果不知道包子里有毒的话，难道凶手还另有其人吗？叶小蛮，这个重大的问题，请你解释清楚。你口口声声替方女士辩白，哼，难道下毒的还另有其人吗？快说！法官大人，据我所知，下毒者正是戴庆豪戴老爷。这怎么回事啊？他怎么会把戴老爷供出来了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怎么回事儿？法官大人，经过本人的调查，发现戴老爷正是在包子里面下毒的人。但那包子本来是要给狗吃的，方女士不查，因为一时的善心，看到我弟弟妹妹，所以才把包子给了他们，这才铸成大错。那照你的意思，下毒者应该是戴老爷喽？不，戴老爷和方女士都不是凶手。其实整件事情，只是有2个善念而酿成的一起悲剧。第一，戴老爷因为不忍心看到爱犬受痛，所以才在包子里面下了毒。第二，方女士基于善心，才把包子给了我的弟弟妹妹。她只是想让他们填饱肚子，并不是想要害死他们。但是这2个善念，却让戴老爷跟方女士在阴差阳错之间成了过失杀人者。他们虽然没有在第一时间坦诚自己的过错，但是他们却一直备受良心的折磨。是啊，你说这些有什么依据啊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我想恳请戴老爷出庭作证，但是很遗憾，我办不到。怎么说？据我所知，戴老爷现在行踪不明，极有可能落入歹徒之手，生死未卜。而坐在这里的这位朱捕头，很有可能就是歹徒集团他们的成员之一。住口！你不要海水喷人！我身为巡捕房的堂堂捕头，怎么会是歹徒啊？法官大人，朱捕头其实早就知道下毒者是谁了，但他吃定了方女士不会供出戴老爷是下毒者，所以他逼得方女士不得不承认自己才是凶手。这就是整件事件中的第3个善念。方女士为了保护戴家，为了保护自己的丈夫，而不得不扛下所有的罪，并以死谢罪。法官大人，我想您可能已经知道了，方女士是我的母亲，戴老爷是我的父亲，我何苦为了救自己的母亲，拖自己的父亲下水呢？但是我现在心中想到的只有一件事情，就是把整件事情的真相公诸于众。整件事情中，从我弟弟妹妹误食了毒包子丧失性命，到我的亲娘为了保护戴家，保护自己的丈夫而不惜一死，这其中没有任何恶意，有的反而只是3个善念。法官大人，如果可以的话，民女想传唤一位证人出庭。谁？这位证人就是当初把砒霜卖给戴老爷的药房刘老板。证人，这怎么回事？还有证人的事？刘老板，我只想问您一个问题，请您老实回答。当初到您店里购买砒霜的，是不是戴庆豪戴老爷子？到我店里买砒霜的
正是戴老爷，没错。肃静，肃静！法官大人，您都听清楚了，当初到店里买砒霜的确实是戴老爷本人，没错。虽然戴老爷没办法亲身出庭，但刘老板就是最好的证人。法官大人，过失杀人，罪不至死。况且，被告是基于善念才铸下大错，所以恳请法官大人酌情酌理，从轻量刑。明白了。接下来，请检察官就严小蛮劫囚的案件进行说明。嫌犯严小蛮以非法手段强行劫走在押嫌犯方德兴、林冬梅，其作案经过已经明明白白写在起诉书上。严小蛮，你可认罪？我认罪，但是起诉书上未写出事情的原委。怎么说？法官大人，方女士当时在巡捕房感染了白喉病，但是朱捕头没有为她找医生治疗，反而把她强制隔离起来，让她自生自灭。朱捕头这样的行为简直惨无人道。民女迫不得已，只有潜入隔离所救出方女士。法官大人，我这不是劫囚，我只是想救出我娘。我带着我娘离开隔离所，迅速为她找了大夫治疗，这才救回我娘一命。朱捕头，这可是真的啊？这个我，法官大人，你也清楚，这个白喉病可不是一般的传染病啊！我也找过大夫了，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去那个隔离所的。荒唐！一个小小的弱女子都可以找到大夫，你堂堂的巡捕捕头，居然说找不到，简直是胡说八道！法官大人，严小蛮犯案的隔天就委任戴问天律师，直接向市长办公室自首，并有文件可考。另外，严小蛮和方德兴实为母女，却失散多年，近日终得相认，所以严小蛮救母心切而误触刑法，其情可悯，所以恳请法官大人能够酌情酌理，从轻量刑。等等，尊敬的法官大人，关于这点，我想请法官大人同意传唤证人，也就是戴家的二夫人袁小梅女士。传证人。袁女士，请说吧。我是戴家的二房，之前也是严小蛮的婆婆，所以我对严小蛮的种种行为是知道的一清二楚。在这之前，她先骗取我儿子戴君涛的感情，之后又回头勾搭戴家的养子戴问天，他不择手段，在我们戴家兴风作浪，让我不堪其扰，所以，我儿子忍痛休了他。本来以为戴家会恢复到风平浪静，没想到他后来又自称是大夫人亲生的女儿。法官大人，严小蛮这种种诓骗行为，其实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为了夺取戴家的财产。就这种品行的人说出的话，是绝对不能足以采信的。严小蛮，对于袁女士的指控，你怎么说？其实说真的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证明我跟我娘的关系，因为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，根本不需要证明。因为我心里比谁都清楚，他根本是拿生命在爱我。他知道自己得了白喉病，怕传染给我，宁可自己等死，也不让我去救他。甚至我去救他的时候，他还不断地打我、骂我，他还让我滚。这样，宁可牺牲自己，也要保护我的安全。这样的天性，除了母亲以外，还有谁能做到？同样的，身为他的女儿，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我都会救他的。
我一定要救他。所以，法官大人，我一点也不想跟袁女士争辩，而且一点也不后悔自己触犯了法律，因为我很高兴，我很高兴看到我娘活下来了。我希望她从此能够健健康康，长命百岁。这样，无论您怎么处罚我都心甘情愿。哎呦，这肯定是真情流露啊！本庭宣判，林冬梅无罪释放，方德新判处1年徒刑，缓期执行。严小蛮无罪释放。步步为营，眼看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，怎么会出现这样的结果呢？你不要着急，就算法院宣判他们无罪，或者缓刑，我谅他们也不敢踏出租界半步，更不敢进戴家的大门。为什么？哼，你想想看，方德新仍然是租界法院宣布的罪犯，严小蛮也在巡捕房的追捕当中，他们只要敢踏进租界，必死无疑。可是，杨总管，杨夫人，你们看看这张快报，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会这样呢？你们什么都不知道啊？关于棉纱厂的信息，都是岳先生提供的。现在出了这么大纰漏，他怎么没有跟我说一声啊？是不是那个姓岳的摆什么道道？我一定要找他，问个清楚。哎呀，老天保佑，真是老天保佑啊！还好夫人哪平安无事。谢谢，不用不用。小蛮，这次真的多亏你了，让我跟夫人化险为夷，我们终于可以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了。别这么说，冬梅姐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要不是你陪在娘身边，娘恐怕早就支撑不住了。谢谢你。这次小蛮把老爷供出来，真可以说是一步险棋。不过还好，侥幸过关了。没错，就像小蛮说的，只有真相才能真正替你们打赢这场仗啊！娘，你怎么了？我决定了，我要回租界，回戴家去。什么？杨总管他们料定我不敢回去，可我偏偏就是要回去。小蛮，你愿意跟娘一块回我们的家吗？不可以的！哎呀，夫人，您别开玩笑了。你们母女俩呀，在租界仍然是有案在身的通缉犯呢。这一旦走入租界之后，那个猪头四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。是啊，不会的，彩妈。我同意娘的做法，也支持她这么做。真的吗？你真的愿意跟我一块回去吗？因为我早就想回去了。哎，完了，这两人昏了头了。哎，不行！你们绝对不能做这种傻事啊！彩妈，你就放心吧，因为这一次呢，我已经有了万全的准备了。什么意思啊？小蛮，莫非你有什么新办法吗？这一次，我要摘掉那个猪头四的乌纱帽。啊？猪头四的乌纱帽？嗯，这么说，
这是个既简单又安全的办法。只要呢，彩爸肯帮忙，我们的计划就万无一失了。这我能帮什么忙啊？啊，彩爸，所有人都知道的那个猪头寺有一个专门收受贿赂的藏宝库啊，可是我不知道那个藏宝库在哪儿啊。所以呢，这次我已经下定决心了，要找到那个藏宝库，揪出他受贿的证据。怎么样？小蛮呐，这个计划听起来好像不这么简单呢。其实非常简单的呀，只要我们的财爸呢去行贿那个猪头寺，让他放过我们母女俩就可以啦。小蛮，这恐怕不行。我这个人呢，你知道的，我不能紧张。我这个人一紧张就会胡说八道。平时的胡说八道，我倒说的挺清楚的。你让我说清楚，你给我这件事，我反而会胡说八道了。我怕会影响你们的计划。你们还是找别人吧。你这个死鬼呀，真是无能啊你！你说什么？啊？怎么？我说错了吗？啊！你自己扪心自问呐！我们小蛮从小到大，你有没有尽过一点点的心，帮过一点点的忙啊？啊！现在好不容易找我们帮忙，你先推三推四的，你真是个窝囊废，缩头乌龟！我不是缩头乌龟，我就说你缩头乌龟怎么样？你这个窝囊废，不争气的老公！你怎么？我什么我？闭嘴！小蛮，我看算了，我们大不了不要这个无能的男人了。住嘴！老婆子，我答应你了。财爸，你答应我了？不答应行吗？给他骂死，给他打死啊！你教我应该怎么做啊？你看行贿没东西，怎么行贿这个猪四啊？这还不简单？你不是刚从杨总管那儿拿了1000大洋吗？啊！哎呀，只要你帮我从猪头寺口中问出那个藏宝库的位置就可以了。这一招呢，就叫做请君入瓮，请猪吃鳖。怎么样？是不是非常简单？是非常简单。白花花的演员喂猪了，我不干。你不干是吧？好啊！你给我再说一次！你不干！你给我再说一次！你不干啊！你给我站住！你敢再说一次？哎呀，大人，几天没见，你变样了，这红光满面的嘛。春风得意啊，难怪别人都说你越来越年轻了，高大威猛，玉树临风，是警界之光，是明之楷模呀。好了，少来这一套啊！到底有什么事儿啊？是这样的，今天我是孝敬您来的。没事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大意思，想你能放小蛮和大夫人他们一把，这东西就归您了，怎么样？行不行？行不行，大人？行不行，大人？你知道这是什么行为吗？什么行为啊？这叫当众行贿。我可以立即把你逮捕的。大人，说中了。哼，我不是给你一个人的，我是给巡捕房的。你小子竟然耍我！没有啊，哪敢啊？那你说是捐给巡捕房的？对啊，那就不是捐给我个人的吗？那你还不耍我？哎呀，大人，你怎么不明白呢？巡捕房谁说了算？你最大，那还不是啊？这个大人要是不喜欢，我就收走了。别！要不这个钱
你先放在这儿啊你说的那个事儿啊，我再想想。大人是明白人啊，就留这儿。哎，停，大人，哎，这东西挺重的，我替你拿。哎，没事儿，我自己拿得动。别，你别抢，你是贵人。没事，给我们年轻人。闪了腰，我要硬的很。我来替你拿，我替你拿。没事，我这是干什么？放手！不，别，把手举起来！举起来！我，哼！我告诉你，我知道你这个钱是从哪儿来的。啊，这笔钱我全部没收了。你说的那个事儿，我送你3个字：办不到。滚！这大人，这不是行贿，滚！抢钱这是。滚！我滚！滚得远远的！你别拿枪好不好？你给我滚！你的枪别老晃！你快滚！你晃什么呀？我就毙了你！你是强盗！你毙了你！强盗！你还不抢，我就毙了你！哎呦，我的妈呀！夫人，小满，你们真的决定要回去啊？金龙，你要是担心我们，就守在我们身边保护我们。我和小曼无论如何都要回去。行，既然夫人决定了，金龙奉陪到底。哎，事办的怎么样了？哎呀，黑吃黑啊！哎呀，黑吃黑，有去无回啊！这猪头四啊，收了钱不肯放过你们呐！白花花的银子进了他的口袋了，我心疼啊，心疼啊！才爸，我觉得你真的很欠揍哎！啊？什么？你竟敢这么对我说话？我还怎么跟你说话？我要不是看在小蛮的面上，我早一拳打下去了我。我也看在小蛮的面子上，不跟你计较。算了，躲开，躲开。哎，小蛮，他们俩现在不能回去啊。朱头四没答应放过他们，而且这藏宝库还没找到，现在回去送死啊！哎，财爸，别担心，咱们不还有第2套方案吗？哎，你们有没有干过活啊？动作麻利点行不行啊？是。那想不想干？你有没有耳朵？你有没有听见啊？去把凳子给我擦干净，不用在这儿擦了。哎，你快点扫啊你！大夫人，您回来了，真是太好了。你们干什么？这戴家的大门也是你们随随便便能进来的吗？来人啊！快把他们给我轰出去！可是她是大夫人呐！住嘴！这个家只有1位夫人，哪有什么大夫人？快点把他们都给我轰出去！哎，我看谁敢动大夫人一下，我对她不客气。施金龙，你给我看清楚这是什么地方！识相的话，你立刻给我滚出去！你就是个小小的丫鬟，别在这儿瞎指挥。什么丫鬟呢？哼，我现在可是戴家的管家。珠儿，大夫人和小姐要回自己的家，就算你是个管家，可他们还是你的主人，你好像没有权利阻止他们。你少废话你！来人啊，把他们给我轰出去！是，快点把他们轰出去！可是看什么呀？快点啊！谁敢？你是管家吗？是啊，我可是2夫人任命的管家。那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不是。你凭什么？各位都听好了，在这个家里，谁要是敢乱说乱动，我马上就开除他。珠儿说的没错，这儿没有什么大夫人，也没有什么2夫人，在这个家里只有1个女主人，那就是我。小蛮，我们走。
我已经找过岳先生了，他让我们放心，我们棉纱厂的事只是一时的波动，不足为奇。既然岳先生这么说了，我也安心了。你放心吧，他跟我们在一条船上，如果棉纱厂真的出了什么大事，对他也没什么好处。不过，他倒是提醒了我另外一件事。他说了什么？他让我们把心思放在租界法院的诉讼上，千万不能大意。什么意思呢？绝不能让严小蛮认祖归宗，踏进戴家半步。斩草须除根。夫人出事儿了！什么事这么急呀？是大夫人带着严小蛮回来了。什么？你们要在这里干什么？我不在家的这段日子，戴家上下已经乱成一片了。有些人竟然主仆不分。妹子，乌鸦就算飞上了枝头，也变不了凤凰的。你没有那种命，你想侵吞戴家的财产，你想都不要想。今天我回来，就是要跟你算总账的。哼，你少在那边颠倒是非，随便在半路上捡了个野丫头，叫戴家认账，门儿都没有。我跟你们没什么好说的。哼！你做了什么样见不得人的事，你自己心知肚明。现在，就等老爷回来，自有公断。我要你交代老爷的行踪，他现在身在何处？老爷因为最近公事繁忙，心情不太好，出去散心去了。因为走得比较匆忙，所以我们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。你们最好及时交代我爹的行踪。如果你们现在认错，及时悔悟，我娘还有可能网开一面，既往不咎。将来对簿公堂的时候，我也可以请求法官从轻发落。你笑什么？你们都是租界的重刑犯呢，你们还替我们说情，不觉得很可笑吗？啊？你以为你们真的能打赢官司吗？简直是痴人说梦！我请问，有哪个律师愿意替你们打官司啊？啊？哎，那个叫戴问天的，是不是已经魂归西天了？不是吗？我还活得好好的。你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谢谢二位的关心。问天大难不死，现在就是回来找你们讨回公道的。杨总管，二夫人，我劝你们最好把我娘的话还有小蛮的话听进去，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，否则可就来不及了。娘，这是咱们自己的家，你不用跟他们多费口舌，咱们回房休息去。好，走，站住！不许你们进去，这儿不是你们的家。金龙，在。谁要是敢挡路，你就把他给轰出去。好。啊！你，朱捕头，我命令你，立刻带人逮捕方德兴跟严小蛮，记着，叫你手下的人带好家伙，见到他们母女俩，格杀勿论。大娘，格杀勿论，这样做好吗？都什么时候了，有什么不好的？小梅，这些你就不用管了，要管好涛儿，你可不能让他夜奔了敌营。方德兴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闯进来，这回你们母女俩是死定了。让开啊！好，哎，夫人，您看这条项链，我刚从日本进来的，非常的配你，非常的，你看看。哎，好像是不错哈。
佩念非常合适。怎么样？好看。哎呦，夫人呐，你真是好眼光哎！这条珍珠项链呐，真是配合你高贵温柔的气质啊！这还有说嘛？是啊。你是谁呀？我又不认识你。哎呦，你当然不认识我啦。可是夫人，您的名号我可是提了很久哎，是不是啊，老板？是。是吗？是啊。那你们都听过些什么呢？哎，这在租界呀，每个人都知道，这朱捕头的夫人呐，是年轻貌美、高贵气质、温柔大方的夫人呐。朱捕头能够娶到夫人，哎呦，那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呐。是的，夫人。这些人呢，可真有眼光，是有品味。对。你跟我说这么多废话，有事儿吗？夫人呢？是这样的，我有点事情啊，想请夫人帮忙。我家那个老公啊，他现在被关在牢里，最近又发现得了肺癌，所以他能活下来的日子已经不多了。我想请夫人，是不是能够帮帮忙？能不能跟朱捕头说一声，让他能够保外就医呀？我跟你素不相识，那么你说我干嘛要帮这个忙呢？哎呦，夫人呐，那简单呐。我跟你说，我带你到个地方，那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东西，保你满意。哎呀，怎么说呢？我们也是有缘嘛。这包在我身上了，包在我身上。走。你们都给我听好了。今天我们要抓的是租界的重犯方德熙，有案在身；严小蛮更是狡猾无比的通缉犯。今天我们务必要将他们两个逮捕归案，如果拒捕，一律就地正法，格杀勿论。出事儿，你们负责。听清楚没有？是。两位请慢用啊！上。大妹子，东西呢？东西在这儿呢。夫人，这东西你还满意吧？好，金牛。满意。那夫人，那小的拜托您的事儿。哎呀，没问题。谢谢夫人。不过还有个小问题。什么问题啊？这金牛啊太重了，我一个人搬不动。哎呦，那简单呐，待会儿啊你就让我帮您搬回家就行了。哎呦，这么贵重的东西怎么能够放在家里呢？当然要放在一个安全的地方啦，大妹子。是。哎呀，彩妈，你走快点呐！哎呀，夫人，到底还有多远呢？我的手都快断了。马上就到了。喏，瞧，这不就到了吗？这不是巡捕房吗？巡捕房就对了，你呀，跟我进去。好。哎呀。这里呀，就是最安全的地方，是巡捕房用来收藏贼赃的仓库。怎么样？我想你这一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的宝贝吧？是啊。我呢也不怕让你知道，这里呀虽然是公家用来收藏贼赃的地方，可是这里有一半的东西啊都是我们姓朱的。哇，夫人，你们真的是太什么呀？太有钱了！哎，你把东西放那儿去吧。好，是。各位，最近戴家发生了很多事情，有诸多的纷扰，
想必大家心里也一定是非常不好受。或许到现在为止，有些人还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可是既然我平安地回到了代家，我答应大家，这样的事情以后不会再发生。我也要重整代家。我希望大家不要卷入两位夫人之间的纷争和歧见。你们要做到的事情是，要恪守本分，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。是，把他们统统拿下！猪头四，你来干什么？臭丫头，你都自身难保了，你还想保护别人？统统给我拿下！是。猪头四，你敢胡来，我先废了你！你别胡来啊！开枪，给我统统自杀！哎，快冲啊！猪捕头，猪捕头，哎，你们干什么？猪捕头，听说你一向喜欢收受贿赂，是真的吗？一手办案一手收钱，这是你的作风了。是啊，谁说的？没这回事儿。可是有人举报你啊！对的。对，身为一个办案人员，我从来不收贿赂的，就连吃饭喝酒这种事情都没有，我是最清廉不过的。谁说我收贿赂了啊？你们有证据吗？没有证据，不要诬赖我。万一我有证据呢？胡说八道什么呀你？哈，各位记者先生、小姐们，据我所知，猪头四所收的贿赂都藏在他巡捕房的仓库里。不相信，我带你们去看呐！他胡说的，别相信他！哎，你们有所不知啊，这个猪头四所收的贿赂数目之大，种类繁多，简直可以开个博物馆了！是不是你们看得眼珠子都掉下来啊？想死了你！我带你们去看！走，跟我去看！别生气，别走了，快点！快撤呀！是，快！这是活该。对呀，活该。回去吧。猪四。